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魏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了，然后我现在在平兴区这边路过一条马路，非常热闹，就有典型的越南风格啊。这条马路上啊，就全是那个小商小贩卖东西的，挺热闹的。我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这样的路呢，在越南是非常多的，很有代表性。这路的两边都是卖鲜花的、卖水果的、卖鞋子的，啊，这是卖海鲜的。这边的海鲜非常便宜啊！在越南还有公交车啊，像这种绿色的公交车，坐起来也比较便宜，但是坐的人不多。我们可以看公交车里面啊，很多位置都是空的，因为越南摩托车非常普及啊，坐摩托车的。骑摩托车的人很多，但是坐公交车的人不是特别多，一些老人啊或者一些小孩子会坐。真正的成年人啊，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摩托车，摩托车去哪里都比较方便，除非去特别远的地方，那坐公交车没有那么累。这鱿鱼啊、螃蟹啊。这个越南的菜市场边上都有一家金店啊，因为我在很多越南的菜市场边上都可以看到很多金店，这金店就跟白菜一样了。越南的金店有一个普遍的名字，这叫 Kim 发，就是意思是金发啊，金发。好多地方都是这种名字，我看。因为在以前起名字的时候呢，它没有什么版权，也没有什么注册，就是知识产权这方面的东西，就是大家叫这个名字的就特别多，因为你可以叫，我也可以叫。那现在如果他想做大做强，再上市的话，那可能对他这个商标注册的提出要求来了，就不能随便都是用这种名字了。这越南的拖鞋质量很不错啊！越南拖鞋因为它是乳胶做的，有很多拖鞋乳胶做的，所以它没有臭味，穿起来比较舒服，脚不会臭。越南基本上出来全是拖鞋啊，看大家穿的基本上全是拖鞋。而且越南雨水多，穿拖鞋呢不会把鞋子弄湿了，脚也比较舒服。如果脚脏了的话，冲一冲就好了。这里是一个夜排档啊，一般晚上的时候生意会很好。其实越南晚上的，在越南呢晚上的时候就是生意是最好的时候。现在你看4点多钟，基本上大家没有下班，所以餐厅啊、咖啡店啊人都不多。但是到了晚上，基本上路口的每一家餐厅都是爆满的，大家都在坐在一起喝啤酒。其实这里属于平兴郡啊，这属于平兴郡。这种小店在越南也是非常多的，就是卖一些香啊、纸啊。因为越南这边呢，几乎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啊，信仰的宗教不同而已。那大家都彼此尊重，而且对一些香啊、纸啊，几乎每个宗教都用得到。我在基督教里面都看到有人在烧香啊，这是第一次，我只有在越南见到过，别的地方好像基督教是不会烧香的，对吧？因为平兴郡这一段呢，这个地段一般游客是不会到这边来的，在这里呢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偏。
这是一个幼儿园啊，叫金星幼儿园啊。越南的幼儿园都很漂亮。越南人啊，就把这种带有艺术性的装修啊带到幼儿园里啊，很多小孩子啊都在学画画，然后美术功底都很好。你像这种店就非常非常漂亮啊，这种老式的建筑啊。其实如果说把那些绿植啊拿去的话，这房子就很普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越南人的这种艺术修养吧，我觉得。我看很多就是家庭比较富裕的人啊，家里面就是那些人就是家里面装修的很漂亮，但大部分呢都养了很多花，而且每个人都是花大量的时间亲手来打理这些花。哇，这家夜排档生意应该很不错。在越南呢，几乎天天都会下一场雨，所以它天空啊特别干净啊，天空特别干净。就有一种碧空如洗的感觉。这个有一家店叫大益烤奶，那用中文写了大益烤奶，不知道这个牛奶怎么烤。像这种店啊，生意晚上肯定特别好，早上晚上都特别好。其实，在越南呢，你到一家餐厅啊，你看他这个店里的东西好不好吃。首先呢，客人多不多？另外一块呢，就是他这个店开了多久。如果是新开的店呢，好不好吃不知道。或者1、2年的店呢，生意也都不确定。但如果说开了很多年的那种店，生意一定会非常好啊，它味道也会很好。路边的这种小的饭店啊，小的那个店铺啊，就是物美价廉。一般的话，吃一顿饭也就2万到2万5左右吧，就是1个美金啊，就是1美金，也就是人民币7块钱左右。这条路是后江路啊。就拐到后江路来了，因为后江路一直往前嘛，这前面就是那个叫平西市场、平西街市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钟左右，所以这条街上现在人不是很拥堵啊，到5点钟以后，5点半啊，那正好下班的时间，下班高峰期的时候，这条路就特别堵啊，特别拥堵。
这里已经属于第6郡了，这边属于第6郡。这里就赶上了放学的高峰期啊！这里这么多车停在这里，一定是有学校放学，而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学生放学的时候。因为在越南呢，就是大家都是骑摩托车，还是路很堵。因为第一是人太多了，因为其实越南的人口密度啊比中国要高，啊，越南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要高。而且在越南人口又都集中在河内和胡志明2个城市，啊，这2个城市人口就特别多。2个城市占了越南20%以上的人口。这学生呢，学生家长呢找固定的位置停下来，然后学生放学了就出来找自己的家长，然后坐车回家。哇，这停了很多学生家长啊。今天一个特殊的现象啊，就是加油站爆满啊，就是有很多加油站，因为今天情况很特殊，有几个加油站都停下来不给加油了，就没有油了啊！越南突然闹起了油荒，这个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可能第一是美元现在因为加息，美元回流美国，导致这个很多货币啊都贬值了，这相对于美元都贬值了，因为像石油啊都是通过美元来结算的，所以越南的油价肯定要上涨，所以很多人在排队加油啊，这有油没油先把它加满了。因为越南是一个情况很特殊的国家，啊，所有的人啊都对这整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对石油的依赖很高，因为所有人都要骑摩托车嘛。这看似呢，摩托车的油价因为摩托车的燃油量啊，其实很小，看似这个影响不大，其实影响非常大。啊，但凡油价涨一点的话，很多老百姓的生计都会受到影响，因为油价一上涨，所有的物价也跟着上涨。啊，所有的原材料的成本啊，也都会发生变化。所以油价上涨对普通老百姓来讲，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儿。这是越南卖榴莲的，越南榴莲都这样卖，摆在街上，摆很多，还有一个专门的架子，一个一个，就是榴莲相互之间不会压到榴莲。
这边就到了平清郡的一个很重要的十字路口了。那这个路口呢，通向11郡，通向第5郡，通向第6郡，通向第1郡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口包括新福郡。好，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欣赏，祝您生活愉快，拜拜。